前几天，公众号真观发布了一篇文章，名字叫做《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的出租屋里》。这篇文章一经发布，就轰动了整个互联网，有众多的网友去质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。真观迫于压力下架了这篇文章。后来经过记者多方查证，确认了这件事情确实发生在陕西省咸阳市的秦都区。我是在文章下架之前就阅读了全文，读得我五味杂陈。而且这篇文章整个故事线都是打乱的，它不是按时间顺序来的，而是按照自己情绪的那个顺序。所以读起来，读者需要去自己脑补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。想必大家都已经读过这篇文章了，包括女孩的身世、她的经历等等。我在这里就不重复她的故事，我们只摘几个比较值得推敲的点，去看一看故事背后的故事。文章提到，4月初，女孩在房东手里租下了这间屋子。4月21号，因为身上没有钱，找她的母亲去借钱。她母亲分2笔，在亲友那里借到了1000块钱，转给女孩。女孩不仅没有收，还拉黑了所有的亲朋好友，包括她的父母。不难想象，在这个借钱的过程当中，女孩跟父母之间肯定产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。一来没有收钱，二来又拉黑了所有人，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直到6月初的某一天，女孩的家里人千方百计都联系不上她的时候，这才心里有点着急，意识到事情可能并不那么简单，于是以失踪人口去报了警。家人报了警之后，又过了1个月，房东这才接到警方的电话，说出事了。这件事情让我比较吃惊的地方在于，4月21号，女孩因为钱的事情跟家人吵架拉黑。直到6月初，家里人才反应过来事情不对。这中间1个多月的时间里面，全家人因为1000块钱在赌气，赌一场死外边你都别管的气。悲剧发生之后，女孩的父母和房东一同赶到西安。这个时候，女孩的死因成了最大的谜团。可是女孩的父母并不同意对女孩进行解剖尸检，原因是他们在西安住旅馆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而解剖尸体的这个过程需要等上好多天。你看这个事情放在正常人眼里根本就无法相信，前面是赌气1个月，一家人并没有想到来到西安去看一下姑娘，肯定是为了省车票。直到6月3号、6月4号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始终联系不上姑娘的时候，也没有动过这个心思。直到悲剧发生之后，人终于来到西安了，又不愿意多花几天旅馆的钱去调查姑娘的真实死因。一前一后，赌气的时候迟疑，收尸的时候匆忙，你无法去怪罪这一家人，你只能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于贫穷，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贫穷。穷到什么程度呢？穷到连宣泄情感的成本都拿不出来。关于这篇文章的故事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里面的人和事儿，我们不做过多的评价。这篇文章的作者跟我们一样，也不是特别理解他父母的这种行为和想法。他在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，说这个父母他真的爱自己的姑娘吗？他自己回答自己还是爱的，只是他们太穷了，穷到没办法去宣泄自己的爱。那么贫穷究竟是怎么来的？贫穷的本质又是什么？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2位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·班纳吉、艾斯特·迪弗洛，他们俩花了15年时间，在全世界5大洲最贫穷的地方做了详细的田野调查，最终写成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贫穷的本质》。这本书的内容颠覆了我们以往对于贫困的传统看法，当然里面也提到了一些比较有建设性而且很实用的解决方案。接下来我们就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分为4个部分去聊一下一直被我们误解的贫穷。第一个误解，你穷是因为你父母很穷，而穷人的孩子并没有犯错的资本。什么意思呢？贫穷跟财富一样，也是可以传承的。父母的财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未来。假设2个资质相同的孩子，一个是富人家的孩子，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这俩人都不爱学习。穷人家的孩子如果不爱学习，父母肯定会过早的勒令他参与到工作当中，为家庭减轻负担。而富人家的孩子就算不爱学习，父母也会逼着他去尝试别的事情，直到他找到自己热爱的擅长的事情为止。最终这2个孩子的命运将会因为家庭财富的差别而产生大相径庭的结果。我们经常所说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说的就是这个事情，并不是说穷人的家长不让孩子学习，而是他们所面临的生活过于具体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地区，每天早晨一睁眼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干净的水，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早餐，孩子上学你付不起学费，你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，而你所有的精力也将被这样的现实所消磨。贫穷这件事儿就是一天加一天的现实，它会像滚雪球一样，一天比一天大。在以往的概念当中，很多人认为贫困就是因为懒惰，这些穷人不够努力，不肯工作，不肯去吃苦，所以他们活该受穷。是不是听起来特别耳熟？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。有一个例子是说，墨西哥的日薪工人每天早晨很早就起床，去等在街头，等待雇佣他们的人可以给他们一天活干。但是市场需求终究有限，有的人在那儿等了1天，也没有等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去雇他。他们努力了，他们甚至每天在心里头默念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却依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。这就有点像在跑步机上去奔跑，无论你跑得多么卖力，仍然是原地踏步。问题显而易见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努力不努力，而是因为你面前这条路有太多障碍。所以贫困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懒惰，反而是加倍的努力过多的消耗了你的精力和时间。第2个关于贫穷的误解，穷人并非不理性，而是被困在认知的陷阱里。意思是说，穷人因为信息匮乏，无法做出大众所认为的那种理性选择。在很多最贫穷的地区，人们每天用于生存的费用只有不到1美元。如果一个人只有这点钱的话，那他肯
肯定把大部分的钱都用来买食物，这就意味着穷人接受消息的渠道非常有限，获取信息的机会也少得可怜。因为报纸、电视、广播和互联网这些传播消息的载体都需要付费，长期无法获得正常和准确的消息，这会让穷人在认知上掉入陷阱当中，也使得我们普通人根本无法理解穷人所做的那种不理性选择。如果用行为经济学来解释的话，穷人之所以做出不理性的选择，是因为他们相对于未来的投资可能更关注明天的生计，因此穷人拒绝计划，讨厌计划，他们并不认为这东西在未来会产生什么有用的效果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很多穷人往往把钱花在非常高昂的医疗费用上，而不是价格低廉的预防疫苗上，这就造成了穷人应对风险的方法一般情况下都比较昂贵。书中有提到一个例子是说，在印度有些家庭宁愿不给孩子打疫苗，也要把省下来的钱花在宗教节日上，听起来是不是非常不理性？但是实际上这些节日能给他们带来社会认可，这是在贫困的日子当中为数不多的心理慰藉。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开头我们讲的那个故事，死在出租屋里的33岁女孩，她的父母在处理完她的后事之后，扔掉了她的所有遗物和骨灰。这个看似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，在他们口中的解释是，没有出嫁、没有生孩子的姑娘不能带回家乡埋进祖坟。这听起来是非常滑稽和迷信的一种做法，但是有可能也会给他的家人在村里带来社会认可。所以你看，掉进认知陷阱当中的穷人，每一步选择看似都非常的理性，但是这种看似理性的选择，实质上是一个贫穷的死循环。比如，为啥我穷？因为我没钱。为啥我没钱？因为我穷。听起来特别像绕口令，但就是陷入这种无限循环的贫困当中，无法自拔。第三个关于贫穷的误解，穷人并不缺乏自控力，而是把绝大多数自控力用在省钱上。对于穷人来说，少喝一杯奶茶可以省下10块钱，但这需要自控力，需要穷人和自己的内心去搏斗，从牙缝里把这10块钱省出来。而对于富人来说，这10块钱的奶茶简直轻而易举，不喝奶茶我还可以喝别的。抽烟喝酒也是一样，不抽不喝可以把钱省下来，但需要和自己去搏斗。但是对于富人来说，除了抽烟喝酒之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消遣方式，所以他们更不容易成瘾。这也就是说，面对一项诱惑的时候，人越有钱就越容易抵挡住诱惑，越容易做正确的选择。穷人之所以失败，并不是他的自控能力差，也并不是他贪图眼前的享受，而是因为他屡次使用自控能力。但是人的自控能力终究还是有限的，使用的多了，失败的概率也就大了。那个33岁的宁夏姑娘生前的所有购物记录当中，根据警察的描述，没有一样东西是超过5块钱的，也就是说她把所有的自控能力都用在了省钱上。但是她跟这个世界的博弈终究还是失败了。第4个关于贫穷的真相，贫穷的本质在于越穷的人越难致富。作者在书中提到，在印度有很多文盲小贩，他们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，但是经过多年的打拼，积攒到了非常丰富的商业经验，甚至比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会赚钱。很显然，这些人并不缺乏能力和教育，而是缺乏扩大生意的资源和机会。就像很多中国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展示出非常强的足球天赋，但是整个城市里并没有几座足球场让他可以去展示自己的天赋。咱们回到那个印度的文盲小贩，假如说他要做一个小生意，需要1万卢比的本钱，要向银行去贷款，可是银行需要调派人手来调查贷款人的背景、办理手续等等，这一系列动作下来所花费的人力成本早就超过了1万卢比贷款的利息，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滑稽的结果，就算小贩资质非常好，银行也不愿意贷这1万卢比给他。现实当中的情况也是这样，贷款100万卢比肯定比贷款1万卢比要更容易，但是呢，有哪家银行会把100万卢比借给一个穷光蛋呢？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充满了浓浓的恶意。银行不喜欢穷人，社会制度也往往对穷人不那么友好，穷人很难获得贷款，没有本钱就难以致富，而这个死循环会让贫穷变得更加难以摆脱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让穷人摆脱贫困也不是没有可能，我们只是需要这个社会对穷人多一点点信任就可以。最近几周，孟加拉国的抗议活动震惊了全世界，也迫使他的前总理谢赫哈希纳辞职并逃往印度。8月8号，孟加拉国的临时政府在穆罕默德·尤努斯的领导之下成立。这个穆罕默德·尤努斯是一位银行家和经济学教授。1976年，尤努斯创建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，发展了小额贷款和微型金融的实践，专门贷款给那些贫困的创业者，而这些创业者一般都无法在传统的银行去获得贷款。自成立以来，格拉明乡村银行已经发放超过51亿美元的贷款，到2004年，超过6600万人在这个计划下受惠。2006年，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和平奖授予尤努斯和孟加拉国乡村银行，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。源自孟加拉国的这种微型贷款模式，目前已在全球比较贫困的23个国家当中实施，其中有很多微型贷款特别偏重于贷款给女性，从而帮助他们改善家庭状况，提高社会地位。反观我们的互联网小额贷款，贷的越少，利息越高，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利贷。聊了这么多贫穷的本质，我们来说说摆脱贫困的方法。教育和健康是摆脱贫困的2只轮子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如果生病了，可以请假去看医生，吃药，没几天就恢复了。但是对于贫困的家庭来说，生病就意味着无法工作，无法获得收入，甚至无法维持
持基本的生活。所以在一些贫困的地区，免疫接种对于健康的影响尤为重要。由于很多家长不愿意带着孩子去接种免费的疫苗，于是当地的医疗机构就根据行为经济学想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。当家长带孩子去接种疫苗的时候，会额外给他们一点点小奖励，让他们觉得接种疫苗是一件划得来的事情。这样做下来，接种率在当地就能得到大幅提升。不过这个行为经济学的例子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是反向操作的。比如说在公交车和地铁上，所有的大爷大妈都会勒令年轻人给他让座，但是在超市免费送鸡蛋的队伍里，大爷大妈一站就是好几个钟头。另外，健康和教育之间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比如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就很难在课堂上去集中注意力，或者一个饿着肚子的孩子很难在课堂上去专心听讲。所以在一些贫困地区，如果学校可以提供午餐，那些穷人家长会更愿意让孩子去上学，因为上学意味着有饭吃，营养和教育都不会受影响。好，贫穷的本质就聊到这里。了解贫穷的同时，也是预防贫穷的过程。通过我们刚才的介绍，不难发现，小额贷款、健康教育等等这些微观层面的干预，往往比宏大的计划更能产生直接而持久的效果。除了微观干预和宏大计划，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传播正确的贫困观念，减少社会对于贫困者的偏见和歧视。因为对于整个社会来讲，精神的贫困才是最大的贫困。我们以往只知道怎样可以不穷，但是从来不想为什么会穷。直到我从开头那篇文章当中读到了脱贫摘帽这4个字，我忽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反胃，因为这4个字里装满了自卑和羞耻。而根据房东的描述，那个要强的姑娘心里也装满了自卑和羞耻。脱贫摘帽这4个字本身是一项非常有利的扶贫计划，但是听起来总是不那么舒服，总给人一种贫穷和下贱划等号的感觉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在天之灵这回事的话，我想对这个33岁的女孩说，贫穷并不丢人，贫穷也并不是你的责任。如果有来生的话，我希望你可以活在一个不需要摘帽的环境里。感谢大家观看这期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